我大嫂嘛，对我们俩特别的照顾，对我们俩特别好。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也没有告诉大嫂，也没有跟她说。当她知道我们离婚以后呢，就特别想让我们和好，所以就投资了这个店儿，给我们投了10几万呢，让我们开个餐馆。那你跟他现在有什么问题呢？现在他已经变了，变得脾气特别的不好。就是我们俩呢，就是成天的吵架。尽管这样，我还是想好好的过。所以呢，我想请咱们这个给我解决一下这里边所有的问题。一对曾经的夫妻，男方想复婚，女方的态度不太明确。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王先生45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女嘉宾徐女士46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离婚有多久啊？离婚有2年多了。2年多了。对。现在您想复婚？对。您想吗？当初为什么离的婚啊？离婚是2年前的事儿，但是8、9年前就决定要离婚了。为什么8、9年前就决定要离婚呢？那当时开了一家服装店，他没工作，没事就做个饭，大多数时间就在打麻将。哦，不上进是吧？对。后来他跟我说了，咱们买个电脑吧。买了电脑，我就不打麻将了。完了就买了电脑以后是不打麻将了，人家就成天泡在那个电脑房里。干啥呀？就是说我玩游戏，聊聊天而已。玩游戏是吧？偶尔玩。电脑里跟谁聊天啊？他跟网友聊天。后来呢？后来就是有一次吵架挺严重的，我记得是8、9点他回来了之后，那一次聊天也没有做饭，在店里他受什么气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这个卖东西的事儿吧。回来之后我吵架特别严重，而且呢我是出于那种大男子主义吧，所以说也没有跟他好气。那天店里我就是做衣服，我手刺着了，但是我1分钟都没停，我还工作。完了晚上回来了，他还没做饭，我特别生气。我就说了他几句，完了他跟我大吵起来。吵完了以后，我做饭的时候又不小心切手了，当时吧，会觉得很无助，对吧？一个女人在外面是奔波的，回到家里面想有一个至少是关心自己的男人，结果也没有，是吧？当时挺严重的，就我邻居大姐给我送医院，她看到了她没管，送医院，她给我接回来。没走到我们这家的时候，他就说你回娘家还是去哪儿，一点愧疚都没有。我感觉那次我就死定了，一定跟他离婚。当时为什么决定要离婚了没离？因为我等女儿有个安定的家，有个好的归宿。后来女儿出嫁就离婚了是吗？出嫁是当时没有离婚，后来我就春节他没回来，就是离婚前一个春节。2年前的春节他没回来。对。去哪儿了？这几年一直在外边打工，就手切了之后，他一直在外头打工。当时他没有出去，就是4、5年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外边，我们是分开的。后来我女儿生孩子嘛，他回来了，孩子过完满月了，我说没事了，我们就离婚去吧。结果都同意了双方。第1天他晚上他没同意，第2天早上我就谈这个事儿，结果他蹲在厕所就不出来。当时第1天晚上的时候，他跟我说咱们离婚吧。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有吵架，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说像那种就是脸红脖子粗的争的那种，不是那种。就后来怎么着，就是说他跟我离婚吧。当时我只感觉开玩笑的。第2天早晨呢，他说离婚吧，我还是没有感觉是真的。结果每天早晨我去厕所蹲厕所的时候，他说你在厕所蹲着吧，你蹲着逃避也不管用，就是你蹲多长时间，我还是要跟你离婚。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啊，这是真的了。我就感觉说什么呀，就是说你要跟我离婚，离就离呗。我说实话，我说谁离开谁都一样过。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我挺生气的。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他在外地打工的那4、5年期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情感交流是靠什么来维系呢？那个基本上没有说过话，就是比如说不是那个经济上面还有，就是他在家边待着，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回到家几点？不管晚上几点或者多冷，他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你都不关心我，我还有必要？就是这4、5年，其实说白了是。钱还交回家，是这意思吧？钱交不交回家呀？在我离婚前交，但是实际上面夫妻除了这个经济往来之外，没有什么情感依托了，是这意思吧？对，日子你也不跟他说，对，明白了。这个不是离婚2年了吗？离婚2年，就是我离婚以后，我查出来是子宫肌瘤，当时我要做手术，女儿给他爸打电话让他回来，说他爸表现的好，机会的时候。
他就没有回来。他们电话里边还吵，还把女儿拉黑了，我特别生气。其实我和他离婚之后呢，我的感觉我整个身体好像像一个空壳一样，也没有精神支柱了。离婚的第2天我就去北京了，在那之后呢，说实话我也病了。我一直在床上躺3个多月。去北京的时候我是140多斤，结果在床上躺的时候我瘦成110来斤了。他做手术，后来我们家闺女给我打电话，我就跟我们家闺女说了，我说什么事儿你跟你妈商量一下，我现在我也回不去，我现在我也病了。其实明说暗说都说了，最后我们家闺女说过一句什么话，我恨你。其实当时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真的我哭了3天，我都感觉我说我家孩子怎么这么不理解我了啊！不过现在说实话，也就是今年吧，今年我们把这个事儿又说了一次之后呢，就是我们家闺女挺啥的，我们家闺女说表示理解我，谢谢，表示理解了。她说当时你没有说这么明白。过了10-20年吧，肯定会难受嘛，人之常情。所以动容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父亲因为女儿的一句话而伤心也好，都可以理解。我很好奇的是，都离婚2年了，今儿怎么到这儿来了？谁提出来的复婚？这个想法是怎么有的？为什么要复婚？我在家吧，都是基本上嫂子照顾我。她在外边病啊，我嫂子说她也挺不容易，说我就给你投资个店，你们一起经营个店，慢慢磨合，你们感情会慢慢好的。真是我的嫂子跟我的关系真是像亲妈一样，最体贴我了。嫂子来了是吧？我们把嫂子请出来问点事儿，好吗？来，有请嫂子。欢迎您啊，大姐。您给他们投资了个店啊？对。哦，干嘛呢？因为我开的这个家都即将要散了，我家没得这个弟妹的家，这些年真是太受苦太受难。您指的这个家要散是指哪个家要散？我这个兄弟。你们是什么？堂兄。亲叔伯的。亲叔伯的。亲叔伯家的这个孩子。他大爷家的嫂子，就是我们关系特别好。您这次是真想复婚吗？对，我这次其实我是真想复婚来的。想复婚的原因是什么？说实话，为了我们家孩子和一个好的家庭，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孩子高考呢。我现在儿子在上高中，我想，就是在为儿子再做一点点。其实这么多年，其实我也感受到了。说实话，我的脾气挺大的，而且他受了委屈，这个我也知道。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我也想改变一下改变我的脾气。自从开了店以后，我这兄弟改变了很多，跟以前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怎么说呢？其实就是离婚前2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离婚之后2年我还是在北京。就是从去年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我嫂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什么呢？到那个去年的时候，她才知道我们离婚。从那个时候让我回来之后呢，就是她看到我们已经说散了这个家，她想让我重新再组建起来。我这是在家里的时候给他们开了这个店以后，结果经营这个店的时候，2人不管大事小事一说话都吵。我在家里调节不了了，我愿意叫这专家们给他听听这事，给开始怨谁。我听明白了，您是好心希望他们俩好，是吧？对，嫂子跟我讲了。你发现结果这个店开起来，他们俩还是天天吵，是吧？对。我知道啊，咱们传统的善良的这个中国人都希望不离婚嘛。他们俩已经离了，对不对？对。你希望他们破镜重圆，结果发现。其实，在生活里面鸡犬不宁的，天天打，是这意思吗？天天吵，所以你也没办法了，没办法，才来我们这儿，是这意思吧？对。好，行，谢谢您，您请回。好的，接下来就让老师们来分析一下吧。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关于要不要复婚这件事情，我有3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叫为什么？当初离婚是为什么？和现在究竟有没有什么变化？第2个叫凭什么？现在复婚的话，能不能过上比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第3个，我想要什么？我的未来究竟是想要怎么样的？是想要变成什么样子？那么我应该选择是离婚还是复婚？这3个条件不只是说给大爷听的，也是说给你听的。为什么要说给你听？我希望你不要那么着急。你再给自己半年、1年的机会，按照我这3个条件
想一想你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凶。靠凶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老婆回到自己身边的，就这样。好，所以这个陆琪老师那3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3个问题里面还有个小问题，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如果嫂子不出面开这个店的话，你们俩现在是各自在干嘛呢？这2年当中有人提过要复婚吗？所以我对他们复婚这件事儿，我持一个特别的观望态度。来，莎娜老师。对，我觉得赵川老师刚才说的这句话非常对，就是我到目前为止都不认为2位有想要复婚的心，你们只是为了不辜负嫂子对你们的一片期望而做出了现在这样以下的一些举动。我知道您在这段婚姻的生活当中受了很多的委屈，能看得出来，否则的话也不会全家人一面倒的去帮您控诉他，连包括他的嫂子都站在你这边。但是你不能拿你受的所有委屈当你的武器和盾牌。前半部分是他的错，但是后半部分是你的错。你永远都是把矛头指向对方，你永远没有反思你自己。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委屈的人，所有的人都帮着你。你错了，真的，我没有这样想过。那你告诉我，在婚姻当中你做错了什么事儿？我感觉我太懦弱了，你知道吧？说实话。你在婚姻当中不是懦弱，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止损。对，我就是8年前那会儿都该跟他离婚了。所以您就口是心非了。接下来之后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都无所谓了。所以，我就是一句话，我觉得你们2个人今天来这个节目，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辜负嫂子一片心。那接下去以后，我觉得就继续这样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复婚了，好吗？我不会复婚的。啊，好，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于老师。男方说这次复婚是为了孩子，我想问你一句话：单从你个人情感需求，不提孩子，请问离婚以后不还不复，其实意义不大，对吗？我真没有想过，只是想过就是偶尔就想一下，这样过真不是事儿，只是有的时候偶尔这么想一下。如果你自己情感不需要，那真的就不需要再打孩子幌子了。那我倒觉得2个人啊，应该正儿八经的好好的反思一下。如果你们2个人都能够反思再成长一下，看看到底未来能不能在一起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答案。这个时候你们还在天天争吵，其实嫂子是一番好意，但是却没干什么好事儿，没有让你们能够在非常冷静的状态下，真正离婚的状态下，分得清清楚楚的状态下，来思考我到底需不需要复婚。等2个人想明白了，2个人都成长了，然后再说后边的事儿。OK。好，谢谢于老师。来，涂老师。老王，离婚这和和散散的这些年，你喜欢过别的女人吗？没有。网上也没跟别人聊过天儿。聊天也是同事，别的啥没有那一点那意思，一点想法都没有，是吧？对。我问一下徐大姐，是吧？有没有男人向你展示过对你的好感？有。多不多？有2个。你喜欢他们俩吗？我只是把她当闺蜜，我不会嫁给她。如果跟他们生活却没有感情，你愿意吗？对。也不愿意啊。但是你的前夫老王说，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变了，好像腰杆直了。这些所有的一切，除了有嫂子对于你的支持之外，还有没有另外2个异性对你展示好感的因素，使得你腰杆直了？你脑海当中哪怕是有没有闪过一丝念头说，反正比老王的男人好，至少有2个。如果我跟他们生活，你想都没想过吗？对，想都没想过。想都没想过。对。好，撒谎。这个东西我们只能问嘛，我们不能推论嘛。推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嘛，那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我要是跟他分开，我的心态现在看上这个时候你解释多了好多。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自己上班，我要行，你怎么想是你的事儿。其实你想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完全可以，你已经离婚了。其实你早就可以离，也早就向往新生活，但你不要因为所谓的旁人的语言，或者打着孩子的幌子，或者孩子也有一定的因素，
而让自己心不甘情不愿的一次又一次的给别人机会。事实上，当我们给别人机会的时候，都是给我们自己机会。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过，如果你压根就看不上这个男人，如果你一直觉得就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女儿拉黑的父亲就是永远长不大的，那你就不要去搅和在这一家人里面。就像我们大家所说的，你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隐瞒我可能可以开展新的生活，跟别的男人再结姻缘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也没有问题，这是你的权利，做自己，明白吗？你要是蒙骗别人的眼睛，其实也是蒙蔽自己的内心。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好听的话，其实你也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愿不愿意跟你过日子，还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其实这么些年来在北京这么混下去，再回到家乡，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开始的对象，孩子也这么大了，一个人的日子也不好受。其实你也索性就做到两头，要么就做一个潇洒的男人，要么就做一个好好的丈夫。但事实上你没有那么坚强啊。你说当你听到离婚之后，你在北京瘦了30-40斤，躺在床上3个多月，你这么伤心，你这么伤心的原因到底是伤心于你愧对于这个女人，还是伤心于自己的下半生无人依靠呢？我想后者占主要的原因。否则的话，如果你那3个月躺在床上，每分钟想的是我如何对不起这个女人，你就不可能今天站在台上还昂着个脖子抬着个头，好像我理直气壮一样。这不像是一个想要承认错误的一个男人应有的状态。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下半辈子想有所依靠，你就至少对孩子们好一点。如果你想要跟人家好好生活，别一天到晚那么大脾气。这段关系复不复婚，取决权在你那儿，你别老说给机会给机会，听见没有？好吧，就这样。是。好，谢谢涂老师。其实两个人都挺可怜的，就是一个男人得把一个女人伤成什么样，这个女人说你去给我挣钱，我只回来拿钱就行了，我都不问你的温饱冷暖。这个男人得做到多极致，这女人才下这么大的狠心呢？而且还是自己2个孩子的父亲。而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心得大成什么样啊？他才能这样，常年不回家，自己又说没有情感寄托，又在给这个家里钱，他得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你们自己琢磨吧。这日子过得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它干嘛呀？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外遇可能并不是婚姻的最大杀手。如2位描述吗？都没有吗？那杀死这个婚姻的到底是什么吗？真的是简单的脾气吗？真的是简单的说什么不负责任吗？真的是简单的说一个女人的这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吗？我觉得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它就不是生活本身了。所以跟嫂子说一句吧，您真的别掺和了。如果嫂子没拿那个钱让你们做成所谓的生意伙伴也好，还是复婚也好，你们这2年不是也没有交集和交往吗？不也各过着各的日子吗？不也过得挺好的吗？请对自己负责。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刚才各位专家老师也好，就是说佳明老师都给我们说了这么些，其实分析的很有道理。这20多年以来，说实话，我做的真的很过分。像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我可以说，像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原谅的。我说这是实际话。其实从去年8月份以来，就是到现在，我一直在改变，我感觉应该说是你心里应该也有这个察觉，我一直在改变。我刚刚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说一下变得特别好，那都是忽悠人的。我只能说慢慢的改变自己。现在我脾气挺大，我知道。哎，谢谢2位，请回啊。来，请关门，来吧。
看这对曾经的夫妻作何选择吧。请开门。还有话说吗？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了。既然他决定是这样了，我也没有办法。还是那句话啊，这是此时此地此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心情的反应。如果你心里还真的有他，还真的满怀赤诚的想回去，其实你该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而不是那么轻言放弃。谢谢你，庆辉。